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2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204.04， 收盘价是 199.73，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05.60， 最低价是在 198.2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084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继续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这个多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2024年2月5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横盘后的突破中。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上方回补了一部分缺口之后，遇到压力出现了反转向下，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但是呢这个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那成交量呢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略有量缩，但是我们会看到虽然成交量是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但是相对之前的交易日它仍然是一个增量，也就是当日成交量还是较大的。那这说明股价出现了在向上的突破中有获利出场的仓位，或者也有可能是有空头的力量进入。那最后呢股价是被压回，也就是生成了这个反转向下的 K 线。但是当日的这根 K 线继续也就是当日的这根 K 线出现了新高，也就是继续了头高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那我们说如果日后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回档。但是如果股价继续回档，我们会看到下方的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那回档只要股价不跌破189，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还有这根红 K 的最低，那么回档不跌破它，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有多头趋势，会继续上行。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的信息的一个解读。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之前说我们定义的横盘区域是2月20日和2月21日这两根 K 线，它们的最高和最低是横盘区，最高是在 199.44。那么我们会看到目前的这个股价的收盘价是第一次突破了这个横盘的区域。对，那也就是形成了突破了这个横盘区域。那我们在之前的视讯当中曾经提到过突破这个横盘区域，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但是目前这根 K 线它虽然收盘价是突破了这个横盘的区域，但是它是一个反转向下的 K 线。对，这样一来呢，给日后的股价走势又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只要这一波回档不跌破189，或者不跌破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
2月28日我们测算是在192附近，对，股价回档不跌破这两个位置，仍然会维持目前的多头趋势。好，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 204.5 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92。实际在2月27日收盘价是在 199.73， 出现了是横盘向上。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反弹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在这里我们说的走势相同，指的是当日K 线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我们的预测是相符的，对。但是呢，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相差较大的，是和我们预测的那个反弹呢是完全相反的一根 K 线，也就是我们预测的应该是同样的线型，同样的位置应该是一个绿 K， 但实际发生的是一个红 K 反转向下。那这也就是说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的点位和性质和实际发生的这个收盘价是完全不同的，对。好，这是我们对之前的预测的一个回顾。那我们说目前股价虽然出现了在高位出现了反转向下，但是在当日的 K 线又再次出现头高，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2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我们要调整一下，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头高，所以呢，这个203这个位置呢，目标我们将向上移到新高，也就是206。好，我们取整数，应该实际是 205.6。那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也是前高，站上它就是要再次出现头高，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那么这个位置被站上之后，第二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18，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41，这两个位置仅仅是压力位，股价继续目前多头的趋势，真正的目标是265。好，这是股价上行的4个目标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现在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我们要把第一个目标上移，也就是目前这根2月20这根 K 线，包括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在189附近，它将成为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那股价要跌破189的目的，就是要出现底低，也就是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在到达189之前，20日均线值192，那将成为一个强支撑。当然，在到达20日均线值之前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都是支撑。好，那么189如果被跌破呢，那么股价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82。我们变换一下颜色。182被跌破呢，实际上就是说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那继续向下，第三个目标就是175。那如果175被跌破呢，那我们会看到这一波短期多头趋势将会被彻底瓦解，跌破175就是继续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好，那么目前我们说股价上行的标志就是回档，然后再次出现新高，
才能维持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分析说明。我们再来看2月2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是195，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啊。然后呢，在2月28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同时也是这根反转向下 K 线的最低198。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就是股价在盘中如果是能够在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就是上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区域出现一个横盘。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198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去收低，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很有可能会跌破5日均线值或者是10日均线值，但是下方的192将会成为强支撑。再次补充，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跌破，强支撑是重要标志。对，因为股价一旦跌破了20日均线值我们指的是收盘价，那么股价将会转为空头趋势。好，这是我们说的标志位。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35%的多头仓位，我们分别是在1月30日这根1月29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5%建仓，然后在2月9日收盘价10%加仓，在2月15日收盘价10%加仓，然后我们在2月26日收盘价这个位置10%加仓。那这35%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197附近，对的，在这个位置。好，那么这个仓位呢，我们给的止损位在之前给的止损位一直是189，当然最开始的时候给的是182，所以这个仓位是一直被持有的。那在2月27日我们给的止损位仍然是189，对，所以呢我们说在2月27日盘中我们会看到股价会有一个冲高。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获利出场，那么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是会被继续持有的。那么在2月27日收盘价199.73这个位置，对于这个多头仓位是不可以加仓的。对，虽然是价涨。然后呢，也抱有大的成交量，但是这是一个高位的反转向下的红 K， 所以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当然更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那好了，这个仓位到了2月28日，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我们是守189，再跟踪一个仓位，也就是在2月15日有5%进场的仓位，然后呢，在5%抢反弹，然后在2月26日有10%的加仓，那这15%的仓位的成本价应该是在199附近。对于这个仓位呢，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个20日均线值，到了2月28日，我们这个仓位应该守192，跌破192应该即可出场。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仓位。那我们再来看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我们会看到200关口依然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我们认为在高位，这根 K 线在高位是有获利出场的，但是股价被压回到200关口下方呢，我们认为这个红 K 一定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的。对，所以空头目前依然会守200关口，一直到上方的
这个缺口的上沿206.77，这个位置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对，因为这个位置如果空头守不住，接下来那么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上行，空头会选择更高的位置去守。对，那当然空头要守的位置对于多头就是强压力。那么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192和下方的189，因为跌破它，那股价将会转为空头趋势，这个也就是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上方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206，第二个压力位就是218，第三个压力位是241。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97到198，其中198也是前低，这也是一个强支撑。然后第二个支撑是196到197，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第三个支撑是192，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支撑我们会给出更多的位置。第四个支撑是189，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然后接下来第五个支撑是18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说明呢，我们给出2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出现上行。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8，最高上方会到达204，收盘会收在202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也就是或者说是继续上行。好，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9，在这个位置。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194，收盘会收在195附近。那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么第二个回档呢，我们认为只有股价出现回档收盘在195附近呢，我们认为日后股价才能够继续下行，否则股价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不能够到达195，那么我们认为日后股价仍然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然后会继续上行。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28日的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